第二个，0-00本身染浅膏，它也是一款颜色。有很多人呢，就是头发来了以后，他直接用0-00做完了以后，头发就很漂亮了。他说：“哎，老师，这可 OK 了，这个颜色挺好了，就不需要再去染颜色了。”明白我意思吧？0-00本身也是一款颜色，它不需要说0-00做完了就一定要上色，不需要。因为0-00本身也就是一款颜色，虽然它是透明的颜色，但是它出现的颜色更多的是什么？是底色，底色就很漂亮了，因为它有一些什么透明色素在上面，所以出来的效果就很漂亮。我给你们找张图片，我看看有没有0-00做完的效果。找起来，算了，我改天再给你们找吧，因为找起来还蛮麻烦的，应该比较少哈。0-00直接做完了，它是一款颜色。第二个呢，0-00还可以防止色素沉淀，它可以防止色素沉淀。什么叫做防止色素沉淀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染头发的时候呢，经常会发尾的地方的色素浓度太怎么样，太高了。这个时候，举个例子啊，有的时候呢，发尾这个地方颜色你染怎么样？染深了啊，发尾的地方你给染深了，那怎么办？我们是不是要解决它呀？是不是要解决它？这个时候你们就可以怎么样？用0-00加6%或者9%的双氧调好了以后，直接针对于这些深的地方怎么样涂在上面。涂上去以后会有两个效果，第一个会把这个地方深色的头发的底色再怎么样再染浅一点点，这样子看起来颜色是不是就浅一点点啊？对吧？第二个呢，它会让这些比较深的人工色素相对来说淡化一点点，但是淡化的比较小啊，淡化的比较少，只是针对于这些底色它会怎么样？哎，再染浅一点点，所以再染浅一点点，是不是就怎么样？哎，就不会这么深了，就看上去就没有那么多色素沉淀了。所以0-00也可以这么样去使用它，也可以这么样去使用它。好，然后第四个就是什么？冲淡色素，我刚刚讲过了，我就不再讲了啊，把这个染膏当中色素冲淡。还有增加头发的光泽度和颜色的通透性啊，光泽度我就不说了，什么颜色都是要注重光泽度。通透性就是什么？你如果觉得你这个染膏你的这个色号色素太浓了，对吧？那我把这个0-00加在里面，把这个色素怎么样冲淡，那染出来效果是不是通透性就好了？哎，就通透性就好了。OK， 就这样子。最后一个就是0-00是可以帮我们预处理的。什么叫做帮我们预处理？就是当你的染膏没办法达到这个染浅力的时候，就你染膏直接染达不到这个染浅力，但是它又不漂头发，怎么办？你可以先用0-00，先怎么样？先给它全头做一下，提浅到一定的底色，在这个基础上再去染，这样子的颜色出来的效果就会怎么样？就会比较好。所以这就是这个预处理啊，这个地方我给你们讲一下，很重要。因为我大部分的这些手上的这些客人啊，都是这么去操作的，都是这么操作的。在座的应该有很多，我不知道哈，因为房间里面有很多的发型师啊，也有很多的发型师，我不知道你们的业绩是多少哈啊，你们有业绩高的，也有业绩低的。如果你们是业绩高的发型师，我给你们的一个建议是什么呢？你手上是不是有大量的老客人呢？大量的老客人，那这些老客人呢，他可能一年可能要染2-3次头发，或者有一些可能换头发的次数更频，可能3-4次头发，甚至有人一年可能染4-5次头发，对不对？针对于这样子的客人，他一年可能2个月就要染一次头发，或者是2个半月，或者是1个半月就要染一次头发。这个时候你会发觉，你染一个颜色染上去以后，如果这个颜色持久度太久了，他回来再做颜色的时候，你还要怎么样？还要给它褪色，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对吧？那怎么办呢？一般针对于这样的客人来了以后，我都会用0-00，就是我们说的什么染浅膏，怎么样？全头做到一个我想要的底色。第一，我没有漂带哦，我没有漂发哦，我不漂发，我没有漂带，对吧？我用染膏当中染浅力最强的染膏，先把头发统一做成底色。如果他的头发是天然色度3的，基本上能够做到什么？接近于6.5到7度的底色。OK，
啊。如果它是天然色素3的啊，当然我会教你，后面我会教你们高度染浅的方法。高度染浅的方法会帮天然色素3的头发用0-00基本上能够做到6.5到7度的底色。到了这个底色以后，我再去干嘛？再去给它上色，这就是什么预处理。假如说我到了6.5到7度底色，我想上什么颜色啊？我想上一个某一个颜色啊，什么井杠叉叉好了，上一个颜色。这个颜色上在6.5和7度的底色上面，你会发觉这个客人褪色速度会不会快一点？会的。为什么？因为它的底色比较浅了。如果你直接用这个染，直接用这个我们说的颜色去染，能不能染到这么通透？染不到。你染不到这么通透，颜色的效果没有这么好。但是我用0-00染浅膏先做的一个底色再去染，效果会那么好。除了效果好以外，褪色速度也会稍微的什么快一点，而且褪出来很均匀。这些颜色褪得快，颜色褪出来很均匀。等你下次它1个半月、2个月回来，它又要换一个颜色的时候，你不需要再针对于那些人工色素什么再去褪了，它已经褪出底色来了。你完全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怎么样？你再去染颜色就可以了。或者如果长出深色，你再用0-00把根的地方先过一下，然后颜色底色又很均匀，然后再选择另外一个颜色再去上就好了。所以它的颜色就不会经过去什么去沐浴漂浅改色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啊，当然是针对于那些什么高业绩的发型师，你的这个客人他经常喜欢去换颜色，对吧？1个半月或者2个月他就想换一个颜色的，针对于这样子的客人，你可以选用这个。当然，如果你这个客人他1年就染1次，那你就别用这个了，是不是？1年就染1次，它的褪色速度相对来说比这个要快一点，那就没必要了，是不是？经常换颜色的就会可以，这个就叫做预处理。那预处理还会帮助我们什么呢？就是你想染这个颜色啊，假如说我想染这个颜色，那这个颜色呢，它其实你不漂也可以达到，但是他又不想漂头发，又想把这个颜色染到足够浅。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客人呢，他想染一个颜色，那这个颜色呢，他又不能漂头发，他不接受漂头发，你也不会给他漂头发，但是他又想把这个颜色染到足够浅，那你就一定要先用0-00先做一个预处理，然后再上色，这样的效果才会 OK， 好不好？这个呢，就是我刚刚说的啊，这个透明色啊，有个0-00它的一些用途和方法。好吗 ？OK， 好，继续哈，这就是我刚刚给大家做的这个试验了哈，大家可以看一下，刚刚讲过的哈。那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试验的，给解释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哈，那发条前面2个发条，这是3组啊，3组啊，你看一下3组啊。前面这2个发条呢，这个是3度的，这个是6度的，这个也是3度的，这个是6度的，3度的6度的，啊，这些发条都是第一个是3度，第二是6度啊。那第一个配方呢，我用0-00加 7.1， 比例是1:1的情况下，我加入了0-00哦，冲淡了 7.1 的色素，但是也提升了染浅力。在3度的发条上面用 9% 的双氧涂完了以后是这个效果，在6度的发条上涂完是这个效果。你会发觉上面有没有一点点冷色的效果？有的。为什么？因为 7.1 还没有完全冲得非常淡，对吧？啊，没有完全冲得很淡，但是还是有一点一点的冷色的效果。OK， 那第二个呢，也是3度和6度的发条，但是我调的比例就不一样了，它就是2:1，也就是0-00加的更多了。那0-00加的更多以后，你会发觉它的染浅力怎么样？完全比前面的加1份的要高很多，染浅力就高了很多。但是色素 7.1 就会怎么样？冷色调就会比之前要少很多。最后一个是0-00加 7.1 是4:1，那也就是说 7.1 加了一点点，0-00特别多，所以整个头发的染浅力就非常的强了，看见了吗？啊，不管是3度发条、6度发条的染浅力就很强了，就染的都很一样了。3度的直接其实跟6度的其实染完都非常均匀了，对吧？染浅力就很强，但是冷色效果就什么就很少。所以你要按照这样子的比例，你自己去选择，到底我要加多少0-00，加的多染浅力就强，但是
目标色的色调就会冲淡。到底你要怎么去加，由你自己来选择，好不好？这个是其中的一个测试啊，你们可以记住或者截图下来都可以啊，这是其中的一个测试啊。好，这是其中的我们说加0.00的一个测试哈。然后来讲到这里呢，我又讲到了什么双氧了，要讲到双氧，因为刚刚把大体的染膏讲完了以后，接下来我要讲到什么双氧了。那讲到双氧呢，我们就不看这个图了，我来给你用这个讲会比较好一点啊。有很多人呢，在讲到双氧的时候呢，大家会有一些误解啊，就是有很多的这些学生经常会问我哈，像是好像昨天还是前天就有学生问到我，就关于双氧的一些东西，外面有很多老师讲的这个双氧讲的乱七八糟啊，讲也不能说乱七八糟，简直就是胡说八道啊，就是胡说八道啊。我们平常在店里面经常使用的双氧的浓度呢，3%、6%、9%、12%，对吧？没错吧 ？OK。那当然还有一些地方还有1%的双氧啊，非常小的、非常低的双氧啊，那就是针对于一些那些染深呐，或者是一些半永久性的染膏才会用这种1%的双氧，大部分都是3%、6%、9%、12%的双氧啊。那很多人老师都会教你们什么6%的双氧要等多长时间，9%的双氧要等多长时间，12%的双氧等多长时间，没错吧？要等什么时间啊？等多长时间，就是跟染膏调在一起，到底等多长时间，是不是取决于单纯的双氧，还要取决于这个染膏的，这是第一个等待的时间。第二个，你们之前有学过很多的知识，是说3%和6%的双氧是干嘛用的呀？是不是染深的呀？染深的。然后染浅度是染浅1到2度，对不对？它可以染浅1到2度。OK，9%的双氧可以染浅2至3度，是不是啊？4%的双氧染浅3至4度，对吧？没错吧？对不对？啊，这就是告诉你们这个双氧。我告诉你们，双氧它到底能把头发染浅几度，还是要配合染膏的。双氧本身是没办法把头发染浅3到4度、2到3度、1到2度，它是要配合染膏的。它要配合染膏里面的什么呢？它要配合染膏里面的氨，明白吧？如果这个染膏里面的氨它特别少，你加这么高浓度的双氧，它能染浅3到4度吗？它染浅不到。它没有氨，它怎么能够把头发染浅到3到4度呢？所以染浅度是双氧和染膏配合在一起才能够达到足够的染浅度的，不是单纯的用双氧就可以达到染浅度的，能理解吧？好，这个你们一定要记清楚。第二个，染浅度代表什么？你们一定要把知识点要非常明确。什么是染浅度？染浅度是代表把这个头发的底色染浅到几度了，明白我意思吗？就是染浅度是代表把这个头发的底色染浅到几度了，不是说别的。OK， 是底色。我在色彩根基的第1堂课的时候跟大家讲过这个染发的原理，对不对？大家回想一下，把脑袋静下来回想一下。我们的染膏和双氧调配在一起，染膏当中的一个成分氨，它会把头发的表皮层打开，对不对？打开了以后，我们双氧是不是进到头发里面去了？双氧进到头发里面，难道是双氧单独就可以把头发的天然色素给染浅吗？不是，双氧还要配合氨的催化，不是它单独一个把头发的天然色素就染浅喽，它要跟氨配合起来，它才能够把什么天然色素给染浅，染浅到一个我们想要的这个底色。说的染浅度就是染浅底色的度数，明白我意思吗？染浅底色的度数 OK， 然后怎么样？双氧再跟染膏另外一个色素前体氧化出人工色素，这个人工色素再染在这个底色上。所有的染膏染浅度都是代表这个染膏它能把底色在天然色度的情况下染浅几度啊，它染的其实是底色，明白吗？理解哦 OK， 那这些染浅度，染膏的双氧的染浅度不是它单纯就可以的，它要配合双氧不好意思啊，它要配合染膏，就是双氧一定要配合染膏才有足够的染浅度。
那现在当下我们说的现在这个不像以前了，不像10几年前哈，这个染膏啊，就是我们的中国的染膏的种类特别少。现在中国的染膏的种类特别的多，全世界的进口品牌也很多，而且国内也出了很多的品牌，已经完全打破了现在双氧的用途。什么意思呢？以前觉得6%的双氧只能染浅1到2度，不是的，现在有很多的日系染膏，还有高染浅度的染膏，这个染膏跟6%的双氧可以把头发染浅3到4度，它都能把头发染浅到3到4度，也就是低松度的双氧它也能染浅3到4度。为什么？因为它里面的氨怎么样？足够强啊，它里面的氨足够强，明白我意思吧？啊，所以其实现在这个按照这个染浅1两2两3 3 4这个不是完全要跟着这个走的。现在有很多的染膏，它的染浅度都会很高。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来说，还是同样这个给你们做过测试的，你会比较方便。就像这个染膏给你们看过，就这个染膏，这个12.11这个染膏，我用的是欧莱雅的12.11给你们做的测试，这是欧莱雅的染膏当中的12.11给你们做的测试。这个12.11它用6%的双氧就可以在天然色度3的头发上直接染浅到3度以上，明白我意思吗？这个染膏它就可以在天然色度3的头发上直接染浅到3度以上。你不是说6%的双氧只能染浅1到2度吗？不是的，因为这个染膏它里面的氨的成分很高，染浅力很强，所以你不要去死记硬背这些东西，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些染膏它都不一样，尤其是日系的染膏，它的染浅力都会很强，都会很强。好，明白吧？好，OK， 好，那说到这里呢，在说到双氧的时候呢，我告诉你们一个双氧的一个平常我们使用双氧大家要注意的地方啊。那双氧3%、6%、9%、12%的区别是什么？它们的浓度，就是双氧的浓度啊，双氧的浓度。那这个双氧的浓度呢，在我的平常的工作当中，就是至少这10几年来吧，啊，这10几年来，12%双氧我用到的次数，这10几年来，这个手指都能算，都能扒拉过来，都用不到5次。就是12%这个双氧用的次数我都用不到5次。有很多人很奇怪，说老师，我们店里面如果没有12%的双氧，我们都不会染头发了。就是我都不会染头发了。我这10几年染过无数的头发，我的学生也染过无数的头发，我看过染过无数的头发，12%的双氧我都没用过5次。为什么我不会去用12%的双氧？首先第一个，12%的双氧的浓度太高，它会让染膏里面的色素啊，它会过度的氧化掉。啊，来。我把这个擦掉哈，给你们画一下。那给大家举个例子哈，这是我们的人工色素啊，这是我们的人工色素，人工色素。那这个人工色素呢，它用3%、6%和9%，它就可以完全氧化出这种完整的人工色素，就这个样子，它完整什么？但是如果你用高浓度的双氧，12%的双氧，它会怎么样呢？它不会氧化出这样子的人工色素，它会氧化出这个样子。它只氧化出来1半或者1半多，剩下这些人工色素怎么样？它过度的氧化掉，浪费掉，洗头的时候洗掉了，它没办法染在头发上，能理解吧？因为它双氧浓度太高了，尤其是针对于那些我们比较色素比较浅的、染浅度比较强的染膏啊，例如我刚刚说那个12.11，如果你用12.11这个染膏配合12度的双氧，我告诉你，染出来的头发的色素就非常的少了，就更少了。为什么？因为那些色素，因为它双氧浓度太高，就把这些色素什么过度的给氧化掉了，染出来的颜色更淡，比原来的效果还要淡。你染上去的少，相对来说褪色速度就会怎么样？就会非常的快。染上去的少，相对来说褪的就会更快。而且用高度的双氧对头发染浅底色也会非常的受伤，就是对头发的发质也会很大的受伤。所以现在我经常用的就是3%、6%、9%的双氧，我基本上不会用12%的双氧。但是现在在市面上，甚至你们在店里面经常会用12%的双氧，因为我看到很多
学生他们进货那个仓库里面，12%的双氧是最多的，对吧？然后是6%、9%。正常来说，一个专业发廊当中，它的双氧比例是应该这样子的：6%的双氧永远是最多的，6%的双氧是最多的。然后9%和3%的双氧差不多，12%的双氧有个1瓶2瓶就可以了，甚至放时间长了都会过期。你们不要认为12%的双氧，你有12%的双氧就可以把头发染得比较浅，不是的，你染出来那个不是浅，对头发伤害很大，而且色素不饱满，褪色速度很快。这是我们这个叫什么老一辈的10几年前的这些这个我们这个行业的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留下来的方法。他们不太去管头发的发质，只管把头发提浅，而且那个色素的饱满程度和光泽程度他也不太去管，只要把头发提浅就好了。他们才会选用这种极端12%的这个双氧。所以你在我的所有的配方当中，你们可以看一下我另外一个号那个号就是我专门给我色彩根基的学员去用的那个色彩玩卡，没有一次用过12%的双氧，因为我压根儿就不用这个东西，我在现实当中也不用，就不用12%的双氧，因为我曾经用过，就知道它的不好。OK， 我不是说这个东西告诉给你们不要你们去用用12%双氧你们可不可以用？可以，但是呢，能不用尽量不用。为什么？因为我用6%、9%就可以把头发足够染浅了，染浅到我想要的效果。你甚至用12%的双氧，你都不一定染得比我浅，我就可以用6%、9%就可以染得比你浅。原因是我有方法，后面我会教给你们高度染浅的方法，只需要9%和6%就可以了，完全不需要用12%。如果你用到12%，我还不如干脆用0200干嘛？把头发的底色再做浅，再去染颜色。所以我不太会去选择这个。所以我现在在这个网上偶尔我也会刷这个抖音，虽然我不是特别喜欢这些在上面胡说八道的人。很多人给你们的配方，只要染头发后面一定加个12%的双氧，只要染头发后面一定加个12%的双氧，对吧？一步到位，要染这个头发，这个加这个，这个加这个，加一大排配方，叫你加个12%的双氧，一步到位。你知不知道12%的双氧是不能够碰头皮的？有些人跟我说，我们染头发是不碰头皮的。你涂发根的时候，会不会不小心碰头皮？你知道12%的双氧跟高度的，就是氨比较强的染膏碰在皮肤上是会痛的，是会非常痛的。碰到头皮的只能够用6%的双氧，9%你要是碰到一点点还 OK。还有些人我现在都搞不清楚，什么染头发就是怎么样，就是完全不碰头皮我就一点都不碰。你涂发根的时候，你或多或少有的时候都会碰到头皮，对吧？一旦碰到头皮怎么办？你难道告诉我你在涂的时候完全不碰到头皮吗？对头皮是很不好的。有一些人直接用12的双氧，这是不行的。多的我就不讲了，好不好？你们要用，你们就自己去使用。但是我把这个道理讲给你们，我没办法掐着你们的手不让你们去用。你们如果想做专业，想做高端，想做更好，你们就慢慢的把自己的这种工作习惯和工作的专业的这些能力给它提升了不要去选择这些没什么用的东西，好不好？OK， 然后对了，说到这儿我还跟你说，那天我看很多人在这个群里面去讨论有上堂课的时候我有讲过，日本呢是不能够用这个6%以上的双氧有些人还在那讨论怎么魅力盼都出9%的双氧，魅力盼在日本它只有6%的双氧，就没有9%，这是人国家规定的，你不用不服，要么你去日本去看一看。那难道日本它只用6%的双氧染头发就染得不浅吗？不是的，不是的，明白吗？我不是说日本它有多好，不是说日本有多好，但是他们在这方面确实比我们领先一步，那我们就应该学尤其在化学品的安全方面，它确实比我们领先一步，那我们为什么不要去学呢？对吧？人家的食品有安全，那我们为什么不去学？那学好的嘛，为了让自己更好，我们也是一样。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用9%的双氧，甚至你还可以用12%的双氧，我们国家还允许12%的双氧，你们也可以用。但是你们对于这个客人的头发的发质和染出来头发的光泽度和饱满度，
这个你们是要自己去想的，好不好 ？OK， 那这是双氧啊，我就讲到这里，别的我就不讲了啊。等待的时间我刚刚也说了啊，氧化性的染膏等待的时间都是30分钟左右，跟什么3%、6%、9%、12%停不停时间那是胡扯淡，好吧？停时间没有跟他们双氧跟双氧停在一起去等啊，这个都是，也不知道这个跟双氧的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好吧？这个双氧呢，我就讲到这里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双氧的一些用途。它的这个到底选择多少度的双氧，你要配合你的染膏，对吧？你这个染膏是高度染浅的，那我们就选择9%的双氧来提升它最高的染浅度。但如果你选的这个染膏是在这个底色比较深的情况下要把它染深的，那我们就选择6%或者3%的，对吧？啊，是根据你选择的染膏你要达到的目的来去选择双氧，啊，来去选择双氧，啊 ，OK。